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有缘就尽心尽力，无缘就随分随力。有缘就尽心尽力的意思是，当缘分具足、条件成熟的时候呢，就要把握当下，全力以赴啊，负责到底啊。那这个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啊。那无缘就随分随力的意思是，如果因缘不具足，无法全力以赴，那也不必强求啊，但还是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呢，去及时付出了。那这两句话是依个人因缘的不同呢，而在付出时有程度上的差别啊，程度不太一样啊。尽心尽力是用最大的能力去做事情。那随分随力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呢，做最好的事情那不管是尽心尽力或随分随力啊，都是在发心付出啦。有钱就做好事啊，没钱就做好心不是看出多少钱，而是看发多少心那这是可贵的修行跟奉献。相反的，有缘才做，无缘就不做。那看起来这个是在随顺因缘好像也没有错啦。然而，如果能有缘就把握因缘，无缘就创造因缘，那这个是功夫更上一层楼也才会是如佛家所说的，一切都是好因缘那以庶民语言来讲，就是什么不管有缘或无缘不管是顺境或逆境其实都是好事一桩有一首歌可能大家都听过了叫做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发水啉一杯好大啦对不是烧酒啉一杯发水啉一杯所以不管有缘或无缘都持续在付出跟奉献。那这样的精神呢，就值得赞叹了。不是奉献的大小跟多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真心去做有人可以日行万善那有人呢只能偶尔行善一次两者都是出于一念善心都值得珍惜的不要小看一滴水一滴水虽小落在干涸之地也能滋养一颗生命重点就在于有心跟甘愿有心就有福，甘愿更是在转动善的能量那这个就像证严上人所说的，付出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而是我们愿意我愿意因为有我们的1分之力的付出才有可能成为别人1,000分之一的希望因为1000个人在付出，就代表有1000个希望因为有在付出，那就有逆转人生的希望嘛。那有人拼尽全力让人感动，有人知道自己的极限而量力而为那其实这也是一种深刻的觉察跟安忍所以不论是全力以赴还是量力而为只要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都是值得赞叹的。不过呢，有一种情形我们倒是要很警惕就是明明自己的条件是可以尽心尽力的，但是呢，他就担心一旦承诺之后呢就会被工作绑住而失去自由，也害怕做太多呢会给自己压力于是呢就自圆其说，哎呀，随分随力就好啦，这个叫自圆其说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快乐自宫，喜欢的时候来做一下，那不喜欢的时候就不来了。所以当你看到他在做志工的时候，那就是他快乐的时候，所以他来了如果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呢，那就很可能是他不快乐的时候了当然了，那也很有可能是他的家业或事业的关系而无法投入嘛。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那不管是哪一种状况，这样就是志工团体里面所说的快乐志工美其名叫做快乐志工，其实不来的时间比较多，
因此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不快乐的。快乐之功听起来是随缘在付出，好像也没错嘛。但是要注意一点呢，千万不要把它沦为偷懒的借口了，懈怠的借口了。然而，即使有人这样子啊，我们还是要心存感恩呐，跟赞叹呐，不能去质疑或者责难人家了。毕竟有心来参加志工，不管是短暂的或长期的不管是承担多或承担少的，这个都是各有其因缘呐。基本上都算是有缘也有幸呢，也算起来也相当的不容易啦。那能付出多少呢？承担多少都是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个人生死个人了啊，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啦。那自不量力跟量力而为呢，也是要拿捏清楚哦。做事的时候连时间体力都不会拿捏这个就是自不量力的。那做事的时候能考量到安危，评估是否安全，是否对健康有影响，那这个就是要量力而为啦。那不管是有缘就尽心尽力，还是无缘就随分随力，这个都算是积极随缘呐。所以随缘也有分哦，分积极随缘跟消极随缘的，这两种心态都是随缘，但是各不相同哦。要注意的是，消极的随缘呢，很可能也会是消极的放弃的因为消极就是无心无心又无愿，那怎么会有力量呢？是吗？那有缘就尽心尽力，跟无缘就随分随力，这两句话跟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都是健康的处世之道有缘有有缘的做法，无缘有无缘的做法，缘深有缘深的做法，缘浅有缘浅的做法举例来说了，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有缘就共勉，无缘就自勉；有缘就提醒，无缘就自省；有缘就习缘，无缘就随缘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那这些句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是有缘或无缘一切都是好因缘因为无缘的时候的那种自修啦、独享啦、自勉啦、自省啦、随缘独处等等都是往内的自我沉淀跟修炼简单讲就是有缘就尽其在我无缘就顺其自然这样有缘跟无缘都是修炼的好因缘。这样的论述其实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凡事尽其在我之后呢，还要能顺其自然这个用法跟用兵的道理是一样的要进可攻，退可守也就是《孙子兵法》里面所说的“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意思是说善于用兵的人他会懂得掌控局势他不会被局势掌控所以他用心境掌控环境，而不是心境被环境掌控意思是这样子的那《孙子兵法》里面还有一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意思是说用兵没有固定的模式就好像水没有固定的形状嘛，水无常形嘛，它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策略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将领那用法也是这样的道理30多年前我在马来西亚推动慈济事业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的生活步调比台湾慢，那工作效率也是慢慢拍因此许多会务的推动都要频频催促有一天呢，有一位行政同仁，他疑惑的问我了他说：“师伯，你什么事都要快，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事要快，什么事要慢呢？”我就回答他，我说：“现在你做事还很慢
所以要先学习快。等到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快的时候呢，我再告诉你什么事可以慢了。结果呢，经过一段时间过后呢，这些同仁大家都习惯了做事要快速积极呀。这个时候发现工作中充满了朝气跟活力呀，很积极，很 active 吧。那这种做事的效率跟积极呢，成为一种习惯之后呢，你想要拖拖拉拉也很难的啦。这个就是敬业精神了，需要培养跟学习的。那我们常常讲说，哎呀，慢工出细活啊，做事很慢啊，都慢工出细活啊。但是碰到紧急的时候呢，不能慢工哦，要快工啊，因为需要速度跟效率啊。那这个时候就要什么？快工出细活啊！慢工出细活是传统的说法嘛，意思是说工作慢慢做，工才会细，品质才会好。那快工出细活这句话就比较少人讲的啦，但是我是经常在讲，意思是说工作不只是要快速完成哦，还要能兼顾到精致跟细腻，品质要好。那这两句话呢，一个快工一个慢工，两句话呢各有它的意境，都有道理，都对。那总结一句话了就是慢工出细活是修炼的过程啊，快工出细活那是修炼的成果。举例来讲那我现在都已经出版了第9本书嘛，最近出的嘛，书名叫做《传乎一心》嘛。那距离上一次出的第8本叫做《修与行》呢，已经相隔10年了。那在过去10年里面呢，我是用心写稿并且日积月累累积了10年的慢工写稿的这个过程那才有今天呢快工出书的结局嘛。那这个也可以说是磨剑10年，挥剑一次不是吗？老实讲了，出书很容易啦，写书比较难因为写书用了10年嘛，那出书才短短这几个月，讲好要出就出了所以写书是慢工的过程，出书是快工的结局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相信这样解释大家都听得很清楚了尽其在我就是过程要尽心尽力的，顺其自然就是结果要随顺因缘，也可以说尽其在我就是提起来我来承担，那顺其自然就是什么放下。凡事尽心尽力之后，无论结果如何，一切随缘，这样才是提得起放得下了如果说提得起但是放不下，那埋怨烦恼忧愁会如影随形如果提不起，那更不用谈放下的事情了，都没有提起怎么谈放下那只重随缘却不尽力，会落入随便之嫌那只重尽力却不随缘，会落入烦恼之中这个是在提醒我们要能够随起随灭。这一句话好像不是容易懂，但是我讲一句话大家懂，随起随灭就是正言上人所讲的前脚走后脚放，这样一听就懂，对不对？但是听得懂是听得懂不一定做得到因为这个要经过长期的戒事练心、戒静修心才会看到功夫的进步那修行团体因为强调随顺因缘嘛，因此它的行政运作跟行政效率当然就没有办法跟讲究绩效的企业团体相提并论但企业的管理制度跟行政概念可着用于事业斟酌不是完全可以复制贴上的可以斟酌用来事业里面，而事业所蕴藏的这个人文精神可以作为企业的人性化的管理人性化就是讲人文没有人文你怎么讲人性化管理呢？对不对？所以两者如果能够异中求同截长补短各取所需那就会如什么？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的效用如果两者把它混淆运作张冠李戴
或者过犹不及啊，那就不会是好事一桩了哦。修行团体是修行团体，企业团体是企业团体啊，也是有本质上有相当的不同啊。所以运用之妙要存乎一心呐。个人的约束靠戒规啊，团体的约束是靠制度嘛。那戒规跟制度比较硬性啊，这很硬的硬邦邦的原则嘛，所以还需要有感性的人文精神呢，来让它平衡啊，一个理性一个感性嘛，让它维持中庸之道啊。虽然我们讲说以戒为制度啊，但却以爱为管理哦。以爱为管理，就是亲切的呼唤、谆谆的教诲、循循善诱，而不是军令如山呐。我讲错你也要听的，不是这样子的。因此呢，志工团体的修行者必须有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的这种思维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道理我们通透了，就比较不会在意事情是否做得令人满意啦，才不会吹毛求疵啦，才不会有患得患失嘛，而会在意是否事情做的是不是理事圆融啊。人家尽心尽力时，我们给予感恩跟赞叹；人家只能随分随力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予善解跟同理呀，也是要感恩呐。那这样才会人缘、理缘、事缘这个是修行团体里面所讲究的啦。2004年南亚海啸发生后2年呐，发生之后的第2年、第3年了，我忘了哦。有一次我回去花莲呢，向证严上人请示会晤了哦。那中间呢，我就以略带无奈跟抱怨的口气呢，向证严上人报告了哈。我说上人呐，哎呀，当地的志工习惯很不好，做事很慢，还迟到早退，然后领悟力差反应力不好等等，抱怨了一堆了。原本我以为说圣严上人会体谅我的辛劳在那种地方这么难带动他们会给我安慰干什么？哪知道说上人听我讲完之后，脸色以厉色问我呢，你讲完了哈，那边谁在带？我回答我啊。那证严上人接着说，那就是你的问题呀。我一头雾水，这是当地的民族性跟国情，我才去1-2年，那怎么会跟我的带领有关呢？后来静静一想，马上开通，因为证严上人要听的是，希望从你的嘴巴讲出建设性的因应之道跟改善之道，而不是听你讲的抱怨跟发牢骚的话啦。这些话都负面的语言都于事无补啦。那证严上人那时候这个当头棒喝呢，以逆受的方式给我这种震撼教育呢，我至今难忘啊。没错啦，越是艰辛困难的事情，越是要凭借毅力勇气去直接面对嘛，直球对决啊。好做的地方谁去做都做得很好啦，这没什么了不起。难做的地方把它开创出好因缘，把它做得有声有色，这样才了不起，这样才是难行能行嘛，对唯有时时心存感恩，才能逆来顺受，顺来看破顺境就顺势而为嘛，处逆境就怎么样逆势操作啊。顺水推舟不错，很轻松很省力，我们可以借力使力，轻而易举。逆流而上很艰辛很吃力啊，但也是不错，因为这样才会激起美丽的浪花嘛。这样的思维才是正思维啦，正思维才能够产生正能量所以无论顺逆起伏，必须心存事来即应，应过即放的这个应对的哲理唯有随时让心中保持空静这样我们才不会在繁琐中落入烦恼，也不会在人世中落入是非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事来即应应付的应就是尽其在我嘛，我尽量应对它嘛。那应过即放就是说应付过了就顺其自然嘛。这当中是充满了应对跟取舍的智慧同样的道理
救人当然是好事一桩嘛，救人的感觉很好，不是吗？然而，是否要舍身救人呢？这个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哦，跟背后的智慧取舍跟判断了。慈悲如果没有智慧，会变成烂慈悲啊，泛滥的滥啊，不是腐烂的烂啊。举例来讲，如果你是一个救难队员啊，是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的，那这个救人一定会有很高的成功率。如果你毫无准备，而意气用事、冲动就跳入危险了啊，这样你不仅无法救人啊，反而连自己都容易陷入险境。那这样就很不智。就好比是你看到有人落海啦，而你自己又不会游泳，却奋不顾身跳下去救人，那本来是要死一个人，结果变成死2个人，变成2个家庭的悲剧，是吗？啊，其实呢，救人的方式很多啦。有时候一句话能让人走出绝望，一个行动，一件事情，就能让人家改变一生啊。有时候一点智慧能引导人呢避开危险啊。那我们这个线上读书会有好几集是谈到生跟死的议题嘛。那我们群组里面就有师姐把它转传给几个原本要自杀的人去看了，结果对机哦，看了之后哇，心开意解。当然一段时间过后呢，看了很有趣，继续看，到最后放下了自杀的念头。那这个也是救人呢，但没有舍身啊。舍身救人是勇气跟慈悲的极致表现，但不是唯一的选项啦。真正的救人是帮助人离苦得乐，而不是让自己也陷入苦中而无法自拔，不是这样啊。所以做人处事不要不顾一切，要兼顾大局啊！千万不要为了使命必达而牺牲一切。那使命必达是要我们做事尽心尽力啊，但是并不是叫我们死而后已啊，做到死为止啊。古人讲“不成功便成仁”，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哦，但也是要看情形来讲哦。古人有古人的价值观，现代人有现代人的价值观，跟以前不一样啊，不可同日而语啊。事情没有做成功，就继续努力啊，为什么一定要死呢？要这样不顾自己的死活吗？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对不对？命要保住才有用啊。那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能成功完成目标，那就宁愿为理想或信念呢而牺牲生命呢，在所不惜啊！这是一种很悲壮的情操啊！这个也没有错哦。例如民主英雄文天祥啊，大家都知道嘛，他在被俘虏的时候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就是一种悲壮的志节啊。台湾的郑南榕呢，是1980年代呢言论自由的斗士啊，他主张100%的言论自由啊，所以他为了抗议政府以叛乱罪起诉他呢，他选择自焚，以殉道来表达自己的决心呢。那这种做法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或对抗政府，而是用牺牲自己的生命呢，来点燃社会的良知跟良知的火种啊。所以台湾现在是一个民主言论自由的国家啊，这些烈士们的牺牲呢是功不可没啊。这个就是不成功变成仁的精神啊，有它的道理。不过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反思哦，就是说，如果郑南榕还活着，那是否更能推动言论自由呢？继续推动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无法验证的假设了哦。那他的殉道确实震撼了整个社会，以激起更多人对自由跟人权的关注啊。然而呢，他自焚的这个代价呢，就值得吗？对于那种深信说理念啊、理想啊比生命更重要的人呢，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牺牲值得。但是对于坚信活着才会有希望的人来说呢，可能就难以接受这种极端的行为，接受不了。那到底哪一个才对呢？其实没有对错，但不可否认的，郑南榕的牺牲成为一道分水岭啊，跟象征的意义啊，让大家无法
忽视自由的代价啊。所以最好的注解是什么？郑南榕呢，用他的牺牲生命呢，来换取台湾人的言论自由啊。那我们更要用活着来守护它。好，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啊。佛陀时代弟子之一啊，10大弟子之一啊，被誉为说法第一的，也同时也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他跟目犍连是生死与共的好朋友啊。2个人原本是外道的修行人啊，都是婆罗门教的嘛，后来全部皈依到佛陀，皈依的佛陀而出家嘛。那舍利弗擅长逻辑跟法义的这个分析啊，是佛陀的左右手，被誉为法将啊。所以真正他为说法第一嘛。那舍利弗他也是为法捐躯啊。但我们从舍利弗本身经跟大智度论里面的文献可以看出他为法而舍身的精神。然而他不是以悲壮牺牲的方式来呈现而是一种没有执着，为法奉献到底，直到生命终结啊。那这个是非常圆满的态度啊，修行态度啊。其实这个跟证严上人教诫净智经释里面的出家弟子们是一样的精神啊。证严上人教诲受证的慈济委员，尽心尽力，使命必达。那对一般的志工证严上人就说：“哎呀，随分随力，比较有压力。”但是对出家的弟子要求更高啊，只有4个字：彻底牺牲，也就是尽形寿献生命。那这个就更没有什么成功不成功，我成人不成人的问题啊，而是彻彻底底的奉献生命啊，跟舍利弗一样的为法捐躯啊。所以舍利弗他不是以我一定要用死来证明真理，用这个方式来为法捐躯，不是。他而是什么？生命走到尽头，法也传到了极致，我终于安心放下，是这样子的圆满境界了。所以舍利弗被视为为法捐躯的楷模，但他的舍身不是殉道，而是以涅槃的视线来呈现。那这个跟我们今晚主题讲的有缘就尽心尽力，无缘就随分随力，或者不成功变成人的这个境界呢，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境界高出很多啊。那国父孙中山先生要推翻满清政府9次失败不是吗？到第10次才成功啊。那这个是要成功，所以不能成人所以才弄第10次才成功嘛。千万不要已经不成功了，人又死了，那这样就没有再接再厉跟力挽狂澜的机会了，不是吗？那不成功都不必要成人了，即使成功了，也要确保不会成人啊，这样才是智者。成功之前的过程才是制胜的关键。佛法上叫做因没有制作龙身龙体的因，怎么会有画龙点睛的果呢？充其量只是黑点一点而已啦。没有事先把渠道挖出来，没有事先把渠道挖好的这个因，怎么会有水到渠成的果呢？没有渠道而水来了，就会泛滥成灾，不是吗？那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了：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便宜的人无法获得长远的成就啦。想一夜致富的人，基本上都是非常贫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只想要果却不去种因那没有如是因，怎么会有如是果呢？那如是因就是过程如是果就是结局嘛。所以佛家才讲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嘛，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什么叫做因果？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我们无法改变它，那这个就要用因果观来认命它、接受它，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业障，叫做定业难转因为你改变不了它那这个时候，讲因果这个正确的。相反的，如果事情发生了，你不去用心解决，
也不尽心尽力去改善，就推给因果，那这样就是没有政治正见了。举例来讲，大家就会更清楚了。就好像自己投入做志工啊，做得很欢喜，但因为太投入啦，花了太多时间啦，而忽略照顾家庭，结果呢，先生抱怨，孩子也抱怨，而你却不去正视它、改善它，还说这个是因果，那这样就不对哦。你发心做志工是可喜可贺，但都不关心先生跟家人，也不尊重先生，家里的责任都没有承担得很好。在道场是和颜悦色在道场是和颜悦色，在家里变成恶行恶状，而让先生有了外遇那你还不自我检讨，还推给因果，甚至还说：“哎呀，我们师父说要爱他所爱的人呐，这样就会可悲可叹还有，因为投入做志工而没有用心在照顾自己的事业，却还说我现在事业都不管了哦。但公司还是一样赚钱呢，那这个是要给人什么讯息呀？那这样讲的话，那些苦心经营事业、用心管理公司的人，不都是傻瓜吗？那这些都叫做虽然有在学佛，但却没有政治正见。你要先尽心尽力，才能说随缘，不能没有努力而造成不可收拾，然后这个就推给因果。要深信因果是没有错啦。但不是什么事都推给因果这样就不对所以这样的道理我们也是要清楚人生才不会糊涂才不会懵懂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有缘就尽心尽力，无缘就随分随力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